好，中国大陆不仅在军事上面呢是越来越扩张了，在科技领域上面更是厉害。来看到现在晶片战是不是要大逆转呢？因为连中国都自研出了 DUV 量产了。好，这个是美媒的报道说啊，中国已经开始自研浸润式深紫外光曝光机了，预计今年就可以生产5台，明年可以生产20台。要知道这个关键技术以前都是艾斯摩尔在主导的。好消息一出来呢，艾斯摩尔的股价马上硬跌，而美国的半导体公司也纷纷跌了哦，包括了日韩股呢也是跟着大跌啦。而什么东西涨呢？我们来看到，那就是中国的储存晶片制造龙头长兴储存的股价，上市交易首日中呢飙升了470%，迅速成为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值最高的公司。好，那现在呢，中国的 AI 晶片技术越来越厉害了哦。我们来看到呢，大约3年前呐，中国的副总理丁薛祥就开始主导一项全国性晶片攻关计划哦，说什么？说中国业界啊，要从既有的设备榨出更多的效能，那这种做法呢，就叫做雕花啊。那摩根士丹利的资料也显示啦，中国对外国晶片的依赖度啊，确实啊，就从2021年的9%降到2025年不到6%，那未来5年呢，更可能降至25% 而已。而且不仅仅是晶片啊，现在 AI 呢也是跟美国越来越接近了，甚至有点超越它了哦。因为呢，华盛顿之前威胁啊，要对于涉嫌窃取美国技术的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结果大陆呢反控说，你们美国 AI 才在争猎我们中国的模型嘛。好，那就连马斯克也说啦，说啊，你美国现在啊禁止美国企业使用 AI， 中国的 AI 模型还是怎么样？还是没有办法阻止中国成为领导者，更何况中国手上还有什么？还有稀土呢。哦，来看到川普虽然力推啊，在明年1月份结束美国对中国关键矿产的依赖，要向近150家矿产企业投入数百亿美元的资金，但是呢，有一间矿产公司就直说了，就说你美国政府一直豁免进口这个中国稀土，那么国防工业呢，永远就不会停止向中国采购，就会一直买下去。毕竟跟其他地方买就太贵了，甚至可能也买不到啊。好，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美国是不是就只能继续走老路，继续围堵中国呢？但是啊，围堵中国有没有用呢？我们看到美媒报道啊，要与24个盟友启动一项全球伙伴关系，要加速安全6G 无线网络的发展，一样又是要来削弱中国对下一代电信的影响力。好，但是我们来看到中国的6G 专利申请数量已经占了全球的40.3%呢，这个是全球第一耶。你现在围堵有用吗？就连韩国专家也发出警告啊，说中国的国家计划以前都是说要追赶西方，要追赶西方，现在他们已经把这个改为要超越西方了。好，所以呢，一出事了，就是一发现中国起来了，就马上要围堵中国。但是这一招之前就失败了，现在还有用吗？我们来请教李胜峰委员。这样子，看看呢，首先我们大概分3个部分来回应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一个 DUV 啊，生产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假消息。那基本上是以华为为中心的，华为作为设计这个产业的设计师加软硬体的这一个发射源呢，那么用它的跟它相关的新凯来、上海的新凯来跟深圳的这个以亮声这几个单位呢为主所建造出来的这一个 DUV， 确实这是一个事实，而且国产化率高达85%，而且未来会逐渐的增加。所以艾斯摩尔在没有办法提供，现在连 DUV 也是不能卖给大陆啊。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会经过自给自足的这个 DUV， 将来会在整个呢这一个芯片的产量会有很大的上升，因为现在受限于这个艾斯摩尔的机器嘛，那现在呢会上升，所以预估目前大概拥有的30%，叫28奈米以上的产品，大概占整个世界产量的30%，会在快速之内增加到40、45，这指日可待啊！这个完全跟台湾来讲会形成在这个很大的一个竞争。那么第二个呢，我想来讲的所谓的雕花这个意思，我简单讲一下，它是这样子，不难，但是说我只能生产用 DUV 生产28奈米的芯片，那可是我现在需要7奈米、5奈米啊，我拿不到啊。所以所谓的雕花技术呢，就第一个就是用重复曝光的方法，让28奈米变成14，变成7，
这是一个宠物曝光。那宠物曝光就好像拿了一个雕刻刀，上面很精细的在画着那一些的事情，所以把它叫雕花。第二个呢，雕花的技术呢，就是芯片的重叠。那么一片是28，那2片我合在一起，中间一个过程，那我可能就产生了这一个什么，这个14的效果了。那再来一个就可能7的效果了，点点。所以呢，封装测试上它也在很大的进步。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呢，大陆在这里被封锁的这几年呢，终于已经得到了一个突破点了。而且这一次是浸润式的，不是干湿的，不是干湿，这不是干燥型的，是浸润式的 DUV 啊。那这个呢是确定的消息，因为有关的中国大陆生产 DUV 的消息传播了很多，也讲了蛮久了。那么这一次是确定的，5部是确定，而且交付的是这个呢中芯国际华虹还有长芯这3家各分别拿了好像是123这样子的，122的样子啊。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呢。2017年，那么习近平到海湖庄园是希望美国高抬贵手，因为当时美国已经出手在这个这个什么这个关税的部分了。可是到了2026年的今天，是美有求于中，希望中多多的采购。这个呢不是一个终点，这只是一个起始点。两国有两国的问题，两国有两国要解决的关系，但是两国的本身在这个的过程里面，逆势已经开始交叉，已经开始产生。17年到26年9年的时间完全改变了。对，中国已经不是当初的中国了。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中马上回来。好，入自研 DUV， 晶片真要逆转了吗？请教赖教授。我觉得我们在看大陆的制造业哈，我给台湾的投资者哈提供一个想法了哈。我觉得要怎么看待大陆的制造业？大陆是讲，当它被美国封锁了以后啊，他们会卯足全力，因为大陆基本上来讲不会就束手投降，他们一定会奋战到底。由于一定会奋战到底，所以他们的科学家、工程师、资本家、政府、学者、专家等等，大家都会集思广益，想尽办法来解决、突破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我们都知道 DUV 也好 ，EUV 也好，它的整个一整台，它涉及到是跨领域、跨部门的这种分工跟合作。而且在荷兰，其实荷兰一个国家它也制造不出来，它要好多个国家生产不同的料件组合在一起啊。但是对大陆来讲，它是全面性被封锁，所以大陆的特色是这样：当它做出第一台的时候，做出成功的做出第一台的时候，那就是封锁它的国家他们的末日到来。为什么？因为第一个，它会很快的就优化了，优化的速度会很快，因为第一台最难，一做出来以后，它会看良率、看失败率，可是大陆的科学家、工程师之所以聪明，他们很快的就会去突破、解决、找问题。好，所以他们的优化的速度会很快。第一个，第二个呢，他们会拥抱国内的大市场，因为大陆的企业基本上绝大部分的不是100%，但绝大部分是爱国的，而且爱自己的产业，所以他们会全力的支持他们被突破封锁的那个企业，所以他很快的就会有订单。很快有订单以后啊，你看优化有订单，速度快，接着他们就本身就会因为生产线国内市场的巨大，他们就会把成本往下降。当它往下降，满足国内的需要了以后，它就开始外销了。当它一外销，其实就是 DUV 的末日到来。同样的道理，当大陆的晶片，你看大陆现在晶片厂有多少座正在盖，它不说而已哦。等到它哪一天一座都完成了。DUV 一台一台的供应满足了，为什么会说今年是5、6台，明年是20台？那就代表什么？大陆还有多少个这个半导体厂正在新建，明年陆陆续续完成。而当它都开始完成了以后，它的这个半导体的生产制造出来的产品就会打成白菜价，它可以连续10年赚一点点钱。
但是把你全部都打趴了以后，把你台湾的、把韩国的、把美国的都打趴以后，把 SMO 都打趴了，打到 SMO 倒了，台湾倒光了以后，它占70%的比重了以后，它只要价格调个10%，它1年赚回10年的钱。所以我觉得，好好的看一看投资者，您好好的想一想该怎么投资。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现在美中晶片战的局势要翻转了吗？请教洪庭议员。我觉得晶片战的局势不是翻转了，而是它进入了下一个世代。因为一开始大家认为就是说，不管是其实韩股也好，台股也好，大家都认为就是说这种对 AI 设备的军备竞赛，我虽然不知道算力要多少，我到底要花多少算力，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我赶快把这些 infrastructure 这些基础建设跟基础设备全部买过来。那这种无脑冲的时代，现在看起来是结束了。也就是说，大家发现说一昧的去增加这种基础建设、跟基础设施、跟基础设备，然后去预估一个完全算不太清楚、不知道要多少的这样的一个算力，那个对我来讲花费跟投资太大了。所以现在进入一个精准投资的这个时期。那讲到精准投资的时候，又会回到我们过去在讲，就黄仁勋跟川普的对话，也就是你到底要全世界一个规格好，还是你要靠封锁？然后如果人家建立起一个很特殊的规格，我们怎么办？不仅仅是对于食安的问题，我们的赖总统呢，闷不吭声。我们来看到了现在的两岸情势是怎么样呢？我们的总统还是只有一句，那就是要慎防这个认知作战。前几天呢，他登上了这个单张军舰，然后也是一样再次的呼吁说对手的认知作战经常利用假的讯息、不确定感制造猜疑，影响官兵对指挥体系还有同袍的信任。所以呢，要请大家保持信任，能够让敌方渗透分化，企图失去作用。而且呢，8月5号呢，汉光演习就登场了。这次呢是要模拟共军登台。演习阶段及关键行动区分4个阶段，包括了战备部署、战力防护以及保存、联合反登陆、纵深防御，还有持久作战。排定呢由2个旅级单位来执行全旅动员。好，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汉光演习呢是越来越积极了。为什么呢？因为解放军也真的是对台步步进逼，而且锁定的是东部海域。来看到这个中国呢疑似的科研船母山子竟然是来到了这个台湾的东南海域了吗？中国的这个水文科研船母山子呢，先前在福建沿海躲避风浪之后呢，又再度起航。随即呢就横跨了海峡中线，以8至10节左右的速度呢，一路南下，直奔哪里？直奔台湾的东南海域。好，不仅仅这个东南海域之外我们来看到《环球时报》呢，也对于这个中国的科考船在台湾岛以东进行科考作业进行大肆的宣传呢。除了在台东海域建立了23个调查点位之外呢，也就期间护航海警船跟日本海上保安厅对峙的细节呢，详述的描写凸显出了中国企图常态化巡航还有护航的一个野心。好，那中国呢对台日步步进逼，那日本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有没有可能来缓解中日关系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高市早苗说中国其实现在呢对于日本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邻国，而东京也持续的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同时也会持续的与中国保持沟通，但是一直说要沟通，两方呢能不能够在深圳 APEC 上面会谈呢？但是他是没有具体说明是否已经安排与习近平的 APEC 首脑会谈啦。好，但是呢，他对于什么？他对于这个日本的核协议似乎是有修订了吗？好，来看到他又说了他抛出了重磅，说年底前就要完成安保3文书的修改。好，安全保障政策方面呢，他指出政府将检讨防卫武装被转移的5类型限制，以回应各国对日本防卫装备的需求。甚至还记得他之前呢还找上了印度，但是呢被当时的这个媒体当时被说是妹妹，结果现在好像是乌龙一场。来听一下这段画面。
残念ながらモディ首相は美しい妹ではなくて妹と、言ったということが、ヒンディー語通訳の間違いであったことを知り、大変私は落胆しております。啊，少了美丽2个字，真的是非常的失落啦。但是呢，这个日本要面对的问题呢，可不是首相美不美丽而已啦。哦，另外来看到呢，菲律宾，菲律宾呢之前也是积极的抗中嘛，结果呢，菲国总统啊，在国情咨文之中呢，还是一样继续的暗批中国，甚至誓言要捍卫南海仲裁。哦，他说呢，要捍卫2016年否定北京南海主权伸索的仲裁结果，还强调啊，绝对不向征服者屈服。但是菲律宾真的有这么强的能力去对抗中国吗？我们来看到啊，央视最近又曝光了歼20迎终极进化哦，这个 AI 数字副驾指挥无人机蜂群呢。这个未来他们是要用什么？用 AI 去控制无人机耶。好，这个歼20S 的双座系统设计呢，一度引发了诸多的揣测。那现在央视就给出答案了，说啊，它的后排座位的真实定位呢，是适配智能空战的过渡方案。在体系化无人协同作战时代呢，空战啊已经不是什么几架飞机之间的近距离格斗了，而是数据链上的绞杀。那歼20呢，未来就可以作为空中的指挥核心，联动攻击11、FH-97A 等隐身无人机，组建无人机群，好执行前出侦察、电磁压制，还有火力打击任务等等。所以对岸啊，中国都已经进化到用 AI 去掌控无人机了。我们的汉光演习又有没有相对的应对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做自媒体也很多年了哈。也算是这个有关于自媒体的政论界的先行者哈，可以这么说。然后上媒体也上了20几年，我觉得赖清德到丹江舰的这样的一个作为啊，他的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做法，我觉得他的效果不会好的啊。军队的这些官兵信不信？我想就问军队自己的人了，我们就不再说。但是一般的民众对于赖清德的说法信不信？我想大部分人都不信，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务实的台独的工作者。然后他说现在没有台独的问题，那这个大家都不信了嘛？现在怎么会没有台独问题呢？你还是台独的你的党纲也是台独的，所以你就是台独嘛，你所领导的党就是台独党嘛，那怎么会没有台独的问题？所以不要讲自己也不信的话那这个就算了，因为人只要没有诚信，基本上讲的什么话大部分所有的人都会半信半疑就是大部分都不会相信。现在大陆的科研船在台湾东部海域出现这个不是突然间出现的，大陆也官方的公布，也有公布很长的影片，也有公布他们在这个海域中在做这种科研调查的时候所取得的样本，还有这些水文的等等的资料都公布。大家要问的问题是在于说，为什么现状会改变？现状改变观众朋友也都心知肚明了，因为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了，就是高市早苗跟小马克思2个串联，要自己划定海疆海域的疆界，然后赖清德表达欢迎，在第一时间。那一表达欢迎以后，台湾的渔民跳脚那是我们的传统捕鱼区耶，就像拱手让人，这怎么得了后来他才又改口说，哎呀，他相信你是寄望在别人的善意下，相信菲律宾跟日本会不会伤害台湾的这个主权或者台湾的渔权，这个简直是匪夷可思。所以大陆就直接开始进入护渔了嘛，也进入这个海域，所以菲律宾一点办法都没有嘛，日本也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这个科研船已经进与那国岛的南部跟西南部，而且都在100海里左右，100公里左右，在这个地方已经实施科研调查了。日本也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你日本当你签署的这个南海仲裁案的联合声明的时候，你已经确定了太平岛不是岛，所以你已经在沿海的所有的跟太平岛相同规格的岛屿都不是岛，都是礁了。既然是礁，那就没有经济海域，更何况是30度北纬30度以南的琉球群岛不归你日本的，因为当时美国写得很明白，1970年代当他把管辖权
交给日本的时候也说得很明白，琉球的主权不归日本，所以这些都不关你日本的事，因为它跟你日本无关。所以当然大陆的科研船、海警船就在这个地方执法了，你日本一点办法都没有。好，我觉得高市早苗做了一件我很不能忍受，我也担任过台湾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的翻译啊。我觉得他做了一件事，我绝对不能忍受的地方是在于，美丽这个词并不是艰涩的语言，它是很通用的语言。像英文你也知道嘛，像法文叫 belle， 对不对？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文就叫美丽的，哦，闽南话叫睡了哈，等等，是不是睡？睡啊，睡当当。好，这个不是很艰涩的语言，你竟然说是翻译上的错误，这个对于翻译的专业性、它的严肃性，它受到直接的否定。这个对于他的职业生涯跟对于他的专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否定。他说是因为翻译的错误，可恶啊！我才不相信一个专业的，尤其是首相级的翻译员会把美丽的印度话听错。他没有讲，你翻成有讲，这是不可原谅。外交上面很大的一个失误吗？我们来请教雷声峰委员。这样子，这个大陆呢，意图统一台湾是阳谋，从来不是阴谋。他从来没有说，他我就是要啊，而且他的意愿呢，随着他的国力的增加，愈来愈强，愈来愈明显，导致问题，台独是不敢收的阴谋。这是我们今天在因应这件事上，我们会走之又错很重要的理由。在这个情况下，中国大陆用它的精力，用它的国力，把一个中国的框架已经从外交延伸到军事实力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因应对策？我们除了嘴炮之外啊，什么对策也没有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中日之间，我可以在这里预告，除非高市早苗下台或者改变的策略，否则 APEC 不会有习高会，不会有，不会有。就如同当年的杜鲁道啊，就想尽办法有没有要过来蹭一下一样，最好不要，否则在国际的场合里很难看，尤其在日本那个社会里啊，这样对日本来讲，自尊心会伤得很大。再过来，不晓得这是翻译的错误，或者是事实的情况，高市早苗怎么会说政府将检讨防卫装备转移的5类型限制？怎么是检讨呢？不是，他已经在4月21号内阁会议跟国防保障会议已经通过了，正式这个呢废除5类型的限制。所谓的5类型就是说，过去日本的精品出口只限制于救难、运输、警戒、监视、扫雷这种预防的救难的紧急的状态，那现在已经完全取消了。他现在的武器是可以出口的，而且它有一些限定，那意义不大。限定到哪里？只限定到跟他有签署的国家。所以像菲律宾有签署，它就可以了。基本上他已经改变了和平宪法了。他已经是在这个的情况下，又以今天中日这样的关系，所以我认为 APEC 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那么最后呢，要来讲的呢，就是说本期的《经济学人》又有一篇文章，虽然它有挑拨中俄的味道啊，但是它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就是经过俄乌战争呢，中方在这里已经学会如何因应西方战争的各种参数了，因为别的美国的全部都在这里，该玩的都玩出来，该拼的都拼出来，所以无论是无人机、卫星、通讯、反飞弹，还包括海马斯这一些参数啊，大概中国大陆收集的非常的完整。在这个情况下，包括印巴战争也罢，包括中亚战争也罢，那就是中国大陆已经发展成一个全体系的作战，其中 AI 跟无人机的僚机、无人机的作战呢，已经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啊！世界上要说它是第2啊，大概没有人敢说它是第1，连美国都已经遭到非常大的压力。所以我们的审计部啊提出
对我们的无人机的那一些检讨，那只是一点点而已啊。那已经国防部已经受不了了，所以呢还要继续。我们台湾考虑一下，我们还要继续备战的论述呢，还是我们要备战磨合的论述？备战磨合的论述，对，立台；备战论述，害台。好，接下来请教洪庭议员。我觉得赖清德总统可能要自己去思考一点哦，就是说不断的去强调中国大陆的这个分化渗透跟这些问题哦，那让民众处在一个比较惊恐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跟我们到底要教育民众些什么，他必须要去自己要去拿捏一个平衡点，否则我们现在每天都听到就是说总统每天嘴巴叫的震天喊地的，就是中共的威胁啦，中共的这个侵扰啊，然后结果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你总统府的宪兵被渗透。然后最近我觉得最离谱的是 NVIDIA 的这个伺服器跟 H300的这个晶片 B300的伺服器，然后经过我们的四方电讯，这个是我们交通部转投资中华电信在转投资的这个民间单位哦，但是因为它有官股的这个成分在里面，结果他借用这样子的一个借道，结果最后转到日本去，然后卖到中国大陆。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政府一天到晚讲说，我们的国家里面某些党派的人都是中共同路人，结果呢，在做这些中共同路人的事情的，几乎没有这些人就算了，还几乎都是你的人呢，还都跟你有关的。那这到底要怎么做？再来就是你一再强调中共的威胁，可以，那请问我们都已经讲到说要模拟城镇战了，那我问你，我们的能源安全到底要怎么办嘛？你的能源安全，所有的人都告诉你，就是说核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一定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否则天然气被封锁很危险啊！你又不解决这个，然后你一天到晚跟人家讲说买军购就能解决问题。我身为一个被威胁的民众，我也想知道，就如果今天哪怕一旦发生问题了，我要躲去哪？我要怎么样去做集结？我要躲到哪里？我要做什么样的安全准备？请问我们的民众有受这样的训练吗？我们每天看到的是政府一再告诉我们很危险很危险，然后一再的训练一些奇奇怪怪的单位，就是不训练我。那奇怪的，仿佛这件事情如果发生了，跟我们民众都没有关系一样。我觉得政府，你如果真的要做，那你就做全套，让我们的民众也一起受这样子的一个训练。我觉得这才是正道啊。所以其他的，我觉得科考船的事情，我觉得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这个问题是可大可小的。今天科考船代表的就是它是要建立起一个实质管辖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它今天能在我们的范围里面去做相对应的科研研究，而且也没有被驱离，也没有被驱管，它其实就是在国际上面造成一个实质管辖的继承事实。那这样子未来在国际法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争论里面会出现问题。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很重视这个问题，那该去做驱离就要去做驱离啊！如果没有做驱离，你一天到晚讲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威胁，然后人家进来了你又不挡，什么事都没做，莫名其妙。我觉得这个真正要护主权，要有动作，要行动啊！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李胜峰，燕晨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台北市议员徐宏庭。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啊，你是比较怕这个架上空荡荡，还是怕吃到毒油呢？哦，你不用选了，因为政府已经帮你决定好了。因为陈时中说什么呢？陈时中说啊，这个毒油案爆发第一时间，我们卫福部拒绝公布毒油的流向，不是盖牌哦，只是怕大家会饿到啊，没有东西吃啊。果然啊，没有人逼你吃，我们政府也没有逼我们吃哦，只是怕你饿到而已。所以现在网友就说啦，说这个20%到底是谁定的啊？哦，先盖牌，然后定下20%的标准啊，让地方政府人仰马翻，食安为民就急着重新上架，真相为民就急着让厂商复工。总统到现在为止没道歉，官员没下台，急着帮厂商解套，人民要求真相，结果嘞，最快的是查水表的动作。好，而且呢，没有人逼你吃，但是我们看看赖总統他有聽見人民的聲音嗎？聽一下這段影片。人民是主人，人民可以叫官
官员跪着吗？我没有叫你跪着可以吗我们跪在你面前同呐、学，跟我讲，你讲讲看，公仆是服务民众，不代表我要跪着。好，所以如果人民你想要向赖总统陈情的话，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你的膝盖要准备好哦，因为恐怕要用这样子的举动、这样子的姿势，才是向赖总统的正确陈情之事哦。所以刚看到啦，没有声音的那段影片是什么？是民众想要向赖总统陈情，结果被架离了，真的是非常的夸张。但是啊，即便你膝盖准备好了，恐怕他现在也不会理你的陈情，因为他在忙着查水表啦。好，来看到呢，这个蓝军啊。韦纯佑团队呢，他们非常不满警方的关切，但是呢，也没有在怕。昨天继续推出影片游来游去查水表的游戏来反击。好，但是看到这个影片啊，总统府又讲话了。总统府发言人说呢，警方接获检举，依法查证，政党之间的攻防不应该是变造他人声音、政治攻击，还说这个是明知故犯。好啊，那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阿佑是明知故犯的话，一句话。你要不要把阿佑给抓起来呢？你看看民众会怎么样看待你这样的行为？更离谱的呢是《自由时报》的这一篇报道。我们来看到呢，这个《自由时报》就说啦，去年2月的时候，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也是一样啊，遭到深卫的技术冒用，所以不法分子呢就制造了假影片，推销投资计划，声称只要投资新币350元就能每天获利1500元新币。说啊，除了黄循财之外呢，李显荣等多位政治领袖也曾经多次的遭到深度伪造技术冒用，大部分呢都是跟投资诈骗有关。好，这2则新闻呢，大概就只有是总统啊、国情顾问、国务资政这个官员有关而已。但是呢，一个是搞诈骗，一个是科普，这2个能够混为一谈吗？所以绿媒，你是不是刻意误导呢？我们就要问啊，看完本片皮，有谁被诈骗了吗？还是说呢，是我们自己身体吃到的毒物，我们更了解而已呢？好，那我们来看看嘛，我们的赖总统呢就是这样子，对于人民的发声，就是给你查水表，那我们怎么办呢？只好继续上街，我们要听不见就再大声一点，最后就翻桌。好，我们来看到8月1号呢，民间团体呢发起了拒绝毒酒驾、人民要安全、治安要警察、司法要正义的凯道集会。但是这件事情呢，国民党呢是不动员的立院党团呢自由参加，党中央呢并没有要求要动员规划，但是啊，又有人来扣红帽子了。我们来看到青绿作家就说了，说8月1号上街头，8月1号正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国民党很会挑日子，所以呢，现在又要把上凯道的人都抹红成中共同路人了吗？所以就是面对民生议题，民进党101招，那就是给你扣红帽子吗？我们先来请教林胜峰委员。每一次听完主持人讲国内目前的政治状况，我真的一下子都不晓得怎么接，因为我怎么会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国家里？我只是匪夷所思啊！说我们怎么会活在一个这样子的国家里？所有的读书从小到现在，我们教书要读书，不是告诉我们政府是人民的奴仆，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听人民的。现在是吗？现在是政府指挥人民，然后呢还讲那一些阿萨布鲁的话一堆啊，真的连驳都真的就懒得驳，不是因为不晓得怎么驳起，那不是人话嘛？我是人，我没有办法跟非人来对话，我只能这样说啊。什么会讲出怕大家没有东西吃，所以你们继续吃毒油？不是。我服了你，我除了讲我服你以外，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辩驳你，因为这不是人，尤其不是一个官员该讲的话，尤其是一个在疫情期间被捧上天，结果天天靠的那一个记者会开到最后自己搞得贬下地的人，用这样的人来讲，有什么样的正当性呢？这些人在我的看法里。民党这些人，到现在为止，我真的还没看到有人，还那个王志坚稍微摸了一下，到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民进党人站出来，对食安的问题讲出一句人民的话，谁呢？
几岁来给我听听，我骗一个胖一个好不啦？真的那个骗胖一个，讲哦有啦，这个哦，较中立啦，这个人比较中性的，没有，心中只有党没有民，只有颜色没有是非，天天到晚在搞什么事啊？真的搞不懂。这个时候更令我痛心的就是阿佑啊的这一个事件呢、马上去查水表，而且很认真就查了。大家这一句话说啊，那有查到现在到底哪里出问题都还不知道，现在公布了你还是问号一大堆啊。好，政府的胡作非为，警察的愿意让自己至上公信力的这样子出门，那我再告诉你，警察要吃饭，上级指挥下级，不得不出门了。那我问你，那些站在课堂上教法律的老师们、教授们，那些口口声声人钱挂在嘴巴的律师们，面对阿佑这件事情，因为你亲历的立场，你又讲了什么鬼话？你告诉我，这不是言论自由被践踏，不然是什么？跟人家看不起啊！政治人物为了选票啊，出卖良心啊！最少他就说我要选票，我不要脸。你们知识分子出卖良心，真的良心被我狗给我告嘎起啊！连那个狗要咬你都不太愿意，你知道为什么？说怎么那么臭啊？真是丢脸到极点了。为什么？因为你连捍卫社会最起码的是非价值你都不见了，但是你还好意思顶着学者、顶着法律专家、顶着律师的身份，在公众面前诉诸权威的谬误，在为错误的执政党点脂抹粉。我们今天用选票显得让在高高在上来羞辱我们的政府，情何以堪呢、然后什么 AI 制作，哎呀，我的天哪！至少我在 YouTube 我不知道看过多少习近平被 AI 制作的话语，不知道有多少了。还好意思跟他讲两岸是制度之争，我看 AI 之争你就输了。那么我再请问你，已经发生多久了？电视台的多少主播，社会上的多少名人，被用图片、被用影像、被用声音去进行诈骗，排山倒海。请问政府，你抓到了谁？你抓到了谁？你告诉我，那一些名人也罢，那一些主播也罢，求是无门啊！更可怕的是什么？是百姓啊，是人民啊，被骗痛苦万分，痛不欲生啊！高高在上的主人们，因为你不是奴仆了，你是我们的主，是这样子吗？所以我发现呢，这个执政党20万人上街头，他不怕啦。有什么好怕的？一匹天拿波兰输，20万人上街头就20万人上街头，什么了不起？他仍然继续傲慢下去，因为台湾政治的现象告诉你，头鬼心头鬼，后浪推前浪，只要后面的事情一发生，就把前面盖住了，然后呢，就可以掀起另外一个风潮，所有的事情又不见了。假若我们是做一个健忘的人民，我们就会变成一个被践踏的人民。不要健忘，我们才不会被践踏。好，更离谱的是呢，现在青绿的侧翼呢，又开始把这些上街头的人民啊，塑造成什么中共同路人，还说什么8月1号是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但是这个日子也不是国民党挑的啊，是民团挑的耶。我们来请教洪庭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哦，还是在于2个部分，就是说民团这边大家也都希望政府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它并没有解决，所以大家针对这股气是有这样的一个气，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所以你看，从这个整个食安的问题，一路到毒驾的问题，到酒驾的这些问题，那我想大家都认为，就像刚才盛峰老师也提到，就是说台湾的问题其实在网络，那网络
过去其实多少的我们这些这个评论员，多少在网络上，在媒体上面，我们都讲，就是说你该管，要怎么去管，要怎么去做，但我们都没有发现任何的作为啊。就像昨天我们还提到，陆委会现在每天要公布，就是说附录失踪人口。那请问，过去在柬埔寨诈骗人口失踪这么多，我们什么时候有看到我们的政府公布说到柬埔寨失踪的人口数？如果今天要公布，我觉得我们的国民，全世界只要有失踪了，我们都公布啊，在哪一个国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所以不要有不同的双重标准。再来就是说，你看像毒瘤的事件也是一样，陈时中讲说我不公布，不是因为盖牌，是怕大家没有东西吃。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讲说，所以第一时间你卫福部已经掌握到曝险是100%嘛，所以你不公布，因为我公布了，大家就没东西吃了，那不就表示就是所有的东西几乎都被毒瘤所污染到了？但就算所有东西被毒瘤污染到，你也可以讲啊，你也可以坦白讲，如果问题真的这么大，说老实话，你就公布，你要让民众有选择权。我们最常讲民主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政府要把资讯做揭露，民众可以选择，哪怕就算毒瘤的曝险是100%，你也可以跟民众讲说，现在我们还没有查清楚的这个状况下，所有的物品跟食品跟加工品都有可能曝险。那在这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请消费者一定要务必小心。那到时候吃了，那真的就算我为了这个不要被吃到，那我有可能就说，那我去挑进口的食品啊，我去买一些进口的这些部分也可以啊，或者是说，好，这段时间我就吃个菜吧，我也不加油了，也不做这些了，也都 OK。可是政府你要讲清楚说明白，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民众现在期待就是你一定要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可是中央政府到现在，我还是再一次的强调，整件事情从来龙去脉到现在，包括毒驾的事件，其实到现在我们也只看到政府一再讲说修法就能解决问题。其实修法只是给这些执法者一个合理跟给他的一个去施展公权力的这样的一个底气。真正的问题还是在管理，真正的问题还是在执行啊。那这上面到底要怎么做呢？还有，我觉得阿佑的事情我要特别提一下，就是说，今天如果他是变造某特定人士，比如说像赖清德，然后他今天如果发言，影片一开始讲的是我是赖清德，那这件事情就涉及伪造声位嘛。那他今天如果用了这样子，他用了疑似赖清德的声纹，可是他从头到尾里面的内容都没有讲说我是赖清德啊，那这样子也算违法吗？那如果要这样子也算违法的话，那我跟你讲抓不完啊。然后再来就是过去其实一再有污蔑政府的这个事件，包括我自己个人也有啊，对不对？什么比特犬事件，因为我姓徐，然后跟事主同姓，大家就说比特犬是我关说的。然后呢，蒋万安也曾经被人家讲说，试壮运的时候只准5星旗在场内，不准中华民国国旗在场。这些事情其实多久都没抓到，7天了，1个月了都没有整理。可是为什么在韦纯佑的事件、阿佑的事件里面，不到1天的时间，刑事警察局可以到他家？为什么当写陈菊走了4个小时就可以抓到人？我觉得今天民众要的就是完全一致的标准。今天如果大家认为有问题，好，我们一起来检讨未来怎么样把台湾的网络弄得比较好。否则一切的问题如果都发生在网络，民进党再不管的话，基本上这国家就会慢慢沉沦。而你现在不管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过去民进党在网络上占便宜、占上风嘛，211攻击的几乎都是跟你有关的人啊。那这些如果不管，你过去在善用，现在被攻击了，然后你又说我们被攻击了，那该改就改。所以这就是回力镖打到了自己身上，但是呢，又用不同的标准去面对这个国民党的支持者。我们来请教赖教授。我们来看看美国刚刚发生的一件事啊，因为美国的乔森啊，Johnson 啊，他的婴儿爽身粉被怀疑有致癌，会导致这个卵巢癌。经过10年的诉讼啊，现在他们寻求和解了，55亿美元解决这个问题。那当然，法官说，那就要95%的妇女啊，他们愿意和解，那这个才算有效。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就是说，这些物资、这些食品，如果会对于人类制造癌症的话，
政府要协助人民来解决，要求偿啊，要杜绝这个后患。所以当发现这个石油这个食用油会致癌，陈时中讲说为什么不公布？那就是因为害怕大家没东西吃。那他的言下之意，让我们合理的就推断了，说那是不是绝大部分都被污染了？也就是说，以至于台湾没有东西可以吃了，那这个就很严重哦。对。那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掌握到的讯息，是不是台湾普遍性的所有的食品都有罹患、都有致癌的可能性？我觉得这个是很严重的国家安全的问题了。第二个呢，一旦发现有致癌了，那要马上去追真相嘛，马上要断绝致癌的可能性。第三个就是马上要团结大家起来，说，要寻求这个赔偿，也就是要仿照这个美国，他们要寻求这家公司造成我们台湾人身体致癌，要寻求补偿。我觉得这个是政府应该要做的事嘛。结果这3项政府什么都没做，而且也不让我们知道，而且还要掩盖，而且到今天真相也不让我们知道。大家在问的是，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在怕什么？在盖什么？是不是你有意的要袒护厂商，而不顾我们人民的身体健康？因为你也是你卫福部统计的资料嘛，在2023年的时候，台湾不到4分钟有1个人罹患癌症，而且呢，癌症的比例一直在成长。更重要的地方是在于癌症的死亡率是最高的，那这个对人民感觉到害怕。好，那另外讲到深伪的问题，其实大家一看到这影片都知道。那个不是赖清德，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赖清德，因为他是卡通，他是漫画那如果说他是赖清德长这个样子，我们也认了。但是赖清德明明白白长不是那个样子嘛，所以这个不叫做深伪，这完全不叫深伪。好，那既然大家都知道他不是赖清德演的，他只是演赖清德，那就是一种演嘛。那一种演，你还要告他深伪，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我被演过我跟我太太被演过很多最近网络上流传最多说我还生了孩子还照片都有嘞你生吗？有你怀孕这样？还有这个更离谱了，这更值得去这个追究了。而且我们从来不会鼓励任何，也不会开任何节目说你要去投资，那有人就是伪造我们去投资等等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深伪。对，但是政府都没有查，不查。不办，不处理，但是问题就在于，只是赖清德的声音被疑似跟赖清德的本人声音一样，那你要先比照声纹嘛，等等的。但是问题，大家一看到那个影片就不是赖清德，一看到就那叫莱尔嘛，不叫赖清德。那这么的明白的话，你还要去办他说他是深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讲不过来的。